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俄军打算如何歼灭乌克兰的北约坦克呢？这期话题我们就聊聊这个问题。前不久呢，俄罗斯的观点报发表作者达里亚·沃尔科娃的文章，介绍了俄军是如何准备对付北约援助乌克兰的坦克的。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将组建专业集群，打击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装甲装备。俄罗斯的军事专家解释我们最好的反坦克分队将前往敌人使用最先进的坦克的地点。按照俄国防部副部长叶夫库罗夫上将的命令，俄军成立了专门打击西方坦克的专业集群。俄军总参谋部战斗训练总局组织力量编制了作战手册，并组织相关的战斗单位开展训练工作。4月初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声称，首批豹式和挑战者2坦克已经运往乌克兰。塔斯社统计，截至4月初，乌克兰已经获得了西方许诺提供坦克的20%左右，一共交付了许诺293辆坦克中的57辆，其中有43辆豹式坦克是德国、丹麦、荷兰、波兰、挪威和葡萄牙转交的，而14辆挑战者2来自英国。美国的 M1A2 埃布拉姆斯、英国的挑战者2和德国的豹2都是令人生畏的坦克配备了很先进的观瞄火控系统，拥有坚固的装甲和高机动性，生存力很强。但同时西方坦克在实战中是声名狼藉。例如，土耳其在叙利亚使用了豹，但是效果不佳。美国在伊拉克战争2年间损失了80多辆埃布拉姆斯坦克。美国坦克比德国坦克昂贵，维修维护复杂，耗油量大。埃布拉姆斯的弱点就是侧面和后面的装甲比较薄，老式的火箭筒也会摧毁它。至于英国的挑战者，比德国、美国的坦克慢得多，重量又达到了75吨，是北约最重的坦克，战场上的很多桥梁道路都承受不住，而且它的可靠性也不高，成员工作不便，火控系统相对老旧。德国的豹2坦克不仅是尺寸大，容易被发现和摧毁，其车身部分的装甲还很薄弱。为了回应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坦克，俄罗斯的军事工业综合体今年准备生产1500辆坦克，向西方展示俄军的强大的装甲坦克的力量。与此同时俄军决定成立打击西方主战坦克的专业集群，下辖装备最精良的作战分队，配备最先进的反坦克武器，并对北约国家坦克的结构和运用的战术进行仔细的分析，针对西方坦克的优缺点进行战术战法的研究，进一步加强打坦克的实战训练，为在战场上展开有效的反击进行准备。俄罗斯的军事专家科久林对观点报说新的作战分队将成为专业的方法中心，研究分析关于西方坦克的一切信息。至于对抗西方坦克的装备，无需发明任何新装备，最有效的就是便携式的反坦克导弹和无人机，可以实施灌顶打击。坦克顶部的防护是最薄弱的，另外打击装备与侦察平台密切协同十分重要，要及时的获知目标的坐标位置。还有的专家认为，打击北约的坦克最有效的装备是地雷和反坦克火炮，特别是当坦克处于集结地域或者是车场上的时候。反坦克导弹，尤其是空射的反坦克导弹、巡飞弹药、步兵的反坦克装备和俄方的自己的坦克也都有很高的反坦克效能。乌军已经多次叫嚣，准备在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州对俄军阵地要发起大规模的反攻。乌克兰领导人多次宣称需要建立数量达到几百辆坦克的庞大的装甲集群。可以预测乌军的这些行动将在有充分准备的俄军面前吃大亏。
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